好的，各位同学，欢迎大家来到电路原理的第14讲。在这一讲里，我们讨论星三角变换。有了这一讲的知识以后呢，我们原则上来说，对于任何一个二端网络，如果里面只包含电阻元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其等效变换成为电阻的串并联连接，从而可以顺利的分析电路。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星型电路和三角形电路，以及 T 型电路和派型电路。对于这样一种三端网络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倒写的 Y， 因此我们管它叫 Y 型网络。对于这样一种三端网络来讲，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三角形，因此管它叫角接网络。那么类似的，把这个 Y 接网络转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T 接网络。可以发现 Y 接网络和 T 接网络完全是等价的。那么也类似的，把这个三角形网络转一个角度，可以把它写成是一个派型网络，也是三角形网络和派型网络是等价的。那么在本讲接下来的讨论里呢，我们将讨论 Y 型网络和三角形网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二者是等价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复习一下关于多端网络的等价问题。在前面的讨论里头，我们知道关于一个二端网络，那么它们端口的电压电流如果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的话，那么它们就是等价的。对于多端网络来讲，这个结论依然成立。但是对于多端网络来说，端口的电压电流方程就不止一个了，因此推导起来就稍显麻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看一看，对于左侧的三角形网络和右侧的 Y 型网络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写出它们端口的所有的电压和电流方程，从而使得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元件连接关系的情况下，就能够知道这两组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的话，那么我们就说里面这两组 Y 接和三角形接的电阻具有等价的特征。好，我们现在一点一点来推导。对于左侧的这个三角形网络来讲，由于它有这个节点，因此我们非常方便用 KCL 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这里流进来的电流是等于这个电流减去这个电流的。之所以这个电流是这个方向，因为这个电压是这个方向，这个电流的方向跟这个电压的方向取关联。于是我们就知道 I1 德尔塔是等于 U12 德尔塔比上 R12 减去 U31 德尔塔比上 R31。那么类似的，我们也有 I2 德尔塔等于 U23 德尔塔比上 R23 减去 U12 德尔塔比上 R12， 还有 I3 德尔塔等于 U31 德尔塔比上 R31 减去 U23 德尔塔比上 R23。这是在三个节点上分别用 KCL 得到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广义的节点，于是有 I1 德尔塔加上 I2 德尔塔加 I3 德尔塔等于0。再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回路里应用广义 KVL 得到 U12 德尔塔加上 U23 德尔塔加上 U31 德尔塔等于0。这5个式子就是我们对角接这样一个三端网络所能够得到的所有方程。那么接下来我们对右侧这个 Y 接电路进行类似的分析。对于 Y 接电路来讲，比较方便的是用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这个 KVL 来进行推导。于是我们就知道 U12Y 等于 I1Y R1 减去 I2Y R2。类似的，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U23Y 等于
i2y_r2 减去i3y_r3 u31y 等于 i3y_r3 减去 i1y_r1。还有，在这个点上，我们用一下 KCL， 就得到 i1y 加 i2y 加 i3y 等于0。类似的，我们在这个回路上做 KVL， 就知道 u12y 加 u23y 加 u31y 等于0。这是关于这个 y 阶电路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方程。回忆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如果这两个电路要进行等价的话，那么这两个电路所得到的端口方程需要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我们来看，这个方程和这个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这个和这个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麻烦在于，这两组方程不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好，我们来看，这是刚才得到的关于角阶的方程，这是刚才得到的关于 y 阶的方程。我们刚才讨论了这组方程和这组方程不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那我们就把它变成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组方程里面的 u12、u23 和 u31 当成变量求解出来，于是就可以解成这样的形式。那么再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侧这个式子里 ，u12 是等于什么乘 i1 加上什么乘 i2 的。那么在左侧这个式子里，这个 r1 不就是这个吗？这个 r2 不就是这个吗？于是呢，我们就知道，如果这两个电路要想等价的话，一定是 r1 等于 r12、r31 比上 r12 加上 r23 加上 r31。类似的 ，r2 等于 r23、r12 比上 r12 加上 r23 加上 r31。还有 r3 等于 r31、r23 比上 r12 加上 r23 加上 r31。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个条件，就使得这两组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也就是完成了我们的等效变换。好，接下来我们反过来，把这组方程中 i1、i2、i3 当作变量进行求解，可以得到这样的式子。我们比较这个式子和这个式子，这个式子不是 i1 等于什么乘 u12 加上什么乘 u31 吗？那么在这个里面，这个什么不就是这个吗？于是我们就能写得出来 ，r12 是等于 r3 分之 r1、r2 加上 r2、r3 加上 r3、r1。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写成等于 r1 加上 r2 加上 r3 分之 r1、r2。类似的 ，r23 可以写成 r2 加上 r3 加上 r1 分之 r2 乘以 r3。r31 可以写成 r3 加上 r1 加上 r2 分之 r3 乘以 r1。也就是说，如果说元件参数满足这样的条件，那么这两组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也就是说，这两个三单电路是等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说我们要想把 y 阶电路等效变换为三角阶电路的话，那么有这样的一组方程。反过来，如果说我们要想把三角阶电路变成 y 阶电路的话，有这样一组方程。记忆这两组方程实际上并不麻烦，大家可以看，从 y 阶到角阶，那么某一个角阶的电阻是等于与之相对应的两个 y 阶电阻之和，再加上对侧的那个 y 阶电阻值分之两个旁边的电阻的乘积。
角接到 Y 接某一个电阻是等于角接所有电阻之和作为分母，分子是与这个 Y 接电阻对应的两个旁边的电阻的乘积，所以记忆起来并不麻烦。但是我们并不要求大家来记忆，我们需要大家记忆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 R1 等于 R2 等于 R3 等于 R 的时候，从 Y 接到角接是3倍的 R。那么反过来，类似的，如果 R12 等于 R31 等于 R23 等于 R 的话，在这个式子里，我们就知道它们是等于1/3 R 的。于是呢，关于星三角变换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总结为这样的一个图，也就是说，星阶的电阻总是对应角接电阻的1/3。如果说所有的星阶阻值或者角接阻值全是一样的情况下。